嗨，大家好，我是林山君。今天我们来分享2025年乙巳年庚辰月的整体运势，同时我们回顾刚刚过去的己卯月，也就是3月5日到4月3日全球局势与命理的关联。己卯这个月的天象是木土相战，地支卯木强克天干己土，表面看是土培木生的和谐局面，实则暗藏规则对抗和资源角力。国际局势的3大事件恰好呼应了这种冲突能量。第一件事就是黑海停火协议。3月底，美俄乌三方在沙特谈判后宣布达成30天黑海停火协议，同意保护航运和能源设施。但仔细看三方表态，完全是各说各话。美国声明只有原则性承诺，必谈执行细节。俄罗斯坚持要西方先解除对俄农业银行的制裁。乌克兰直接宣布协议生效，却又警告只要俄军舰越界就会反击。这种表面共识，实际互撕的场面，像极了卯木克己土的天象。协议能不能撑过30天，恐怕要看下个月庚辰月的资源博弈了。第二件事，特朗普卷入机密泄密风波。3月24日，大西洋杂志曝光特朗普政府官员用 Signal 群聊讨论也门作战计划，还把记者误拉进群。特朗普回应说完全不知情，国防部长反向记者造谣，民主党则要求国会调查。这场闹剧暴露了木火克金的乱象，代表西方政府的土金被代表社交传媒的木火所克制。这只是川普政府自年初上任以来对政府大刀阔斧改革造成的西方政府失序，火克金表象的冰山一角。第三件事，美欧关税战打到餐桌上，美国对欧盟葡萄酒加征200%关税，法国酒商哀嚎市场要完蛋，欧盟反手启动260亿欧元报复。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操作，正是木旺金脆格局的典型表现。美国象征的庚金和欧洲象征的辛金在木火流年内耗不断。不过也有好消息，随着年初2月开始的木火运，港股靠着 DeepSeek 等 AI 科技概念的公司，如腾讯、小米等科技企业单月暴涨30%。科技赛道木火通明的能量倒是实打实落了地。不过逐步进入到土能量较重的3、4月，科技概念股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短暂的上涨中继回调状态，蓄势待发下一波夏季攻势上涨行情。在今年的清明节气后，我们就会告别木气生发的己卯月，步入了乙巳年的第3个流月庚辰月。这个月大致是从公历的4月4日持续到5月4日，庚辰月的气场和上个月相比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看自然意象。乙巳年庚辰月，乙木是柔韧的花草，巳火是阳光，庚金是大块的金属，辅月辰土是湿润的泥土。这几个元素组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不再是己卯月那种暮春惊雷、草木疯长的景象了，庚辰月更像是雨后矿山，金玉初显。谷雨时节，晨主气连绵的春雨过后，阳光似火重新照射在蕴藏着金属矿脉庚金的湿润山峦尘土上。之前无序生长的藤蔓花草乙木，遇到了强力的修剪和雕琢庚金克乙木，生长开始变得更有序有形。同时，湿土之下尘土，金属的能量庚金正在积聚并显露出来。尘土本身如同水库，蓄积着能量和潜力。总的来说，木的张扬之气受到抑制，金的规则、决断之气和土的承载、运化之气开始成为主导。回顾刚刚过去的己卯月3月10日后，木气旺盛确实带动了 AI 科技、文创教育的持续火热，新能源行业也备受关注。代表这些行业的科技企业港股股价也都达到了今年的高峰，但木土相战也带来了冲撞。国际上看，俄乌冲突在无人机、能源设施打击上持续焦灼，美国内部围绕马斯克的缩减成本及外交政策博弈不断，欧洲辗转于协调对乌支持与自身产业政策，国内两会后聚焦新质生产力、稳增长与化风险并进，东南亚数字经济持续渗透，这些都反映了己卯月木气生发与克制并存的特点。进入庚辰月，能量场转换，行业趋势也将随之调整，金土主导行业迎来机遇。金融与科技方面，庚金代表金融系统、高端制造工业，银行、保险、证券等在规范中或迎来发展契机。监管科技、风控系统受重视，机械制造、精密仪器、AI 硬件、工业自动化等硬核科技领域有望在庚金加持下获得突破或政策倾斜。尘土也利好数据中心、云计算、数字基建。资源与基建方面，尘土为水库、矿藏，也代表基础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尤其金属矿、水利工程、仓储物流、国土整治等行业有望得到关注。经历调整的传统基建与地产行业尘土，在风险逐步出清后，可能在庚辰月显露企稳迹象，尤其在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重资产运营方面会有结构性机会。木火相关行业面临调整，
农业与文创方面，乙木受庚金克制，传统农业、林业、造纸、纺织等增速可能放缓。文创、教育、出版等乙木领域竞争加剧，纯概念炒作降温，需要结合科技金或更务实落地图的模式创新，例如 AI 教育的应用落地。能源与网络方面，年柱四火生尘土，能量有所泄耗，新能源领域焦点可能从单纯装机量扩张转向于储能、电网升级改造、智能电网技术的结合。互联网平台、虚拟经济等木火行业可能面临更强的政策法律压力和增长模式的审视。健康要旨：金强克木，湿土困脾庚辰月，庚金强旺直接克制乙木，同时辰为湿土，易困阻脾胃阳气。健康上要特别注意润肺护肝、健脾祛湿。呼吸与皮肤方面，庚金对应肺、大肠。天气变化加上金气引动，易发咳嗽、鼻敏感、咽喉不适，皮肤也可能干燥或出现问题。建议多食雪梨、银耳、百合润肺，少食辛辣。消化系统方面，辰为湿土，抑制脾胃运化不利，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身体困重感，需健脾祛湿，可适量食用薏米、山药、茯苓、陈皮，避免生冷油腻。情绪与肝胆方面，庚金克乙木，肝木受制，抑制情绪压抑、烦躁易怒、紧张焦虑，或伴有胁肋胀痛、偏头痛，需疏肝解郁，多做伸展运动，户外散步，听舒缓音乐。作息建议：每天的晨时也就是7点到9点养胃，宜吃温热早餐，有时17点到19点养肾，避免过劳。每天的虚亥时也就是19点到23点，可静坐或泡脚，帮助放松身心。庚辰金土全局影响，顺势者进，逆势者守。庚辰月金土能量转强，对不同八字喜忌的人影响差异显著。对于八字的喜用神是金、土的人，事业执行力提升，之前的构想计划本月更易落地执行，显现成效，利于推进项目、制定规则、稳固团队、处理实务。从事金融、管理、法律、工程、地产、资源开采、精密制造等领域者，感觉更为得力，亦或进展或认可。财富趋向稳健，投资上更注重价值和风险控制，与金属、矿产、土地、基建、重资产相关的配置可关注。之前的努力耕耘有望获得实质性回报。对于八字忌讳金、土，尤其身弱者的人，压力与束缚感增强，可能感到环境约束增多，规则变严，来自上级、制度或现实层面的压力增大。职场人际关系需谨慎处理，受庚金消杀的特性影响，易因刚性规定或直接冲突引发矛盾。健康需加倍关注，因为土金过重的影响，身体上易感疲惫沉重，呼吸系统、肠道等消化系统、神经或肢体需要注意状况。精神上可能感觉压抑，动力不足，需主动调节，防范负面情绪积累。庚辰月是能量从春季的木火生发，转向初夏火运之前的重要过渡和结构调整期。上个己卯月的许多快速变化和冲动想法，在本月会逐渐沉淀，进入一个相对务实、规范和注重结果的阶段。变化可能放缓，但内在结构在重塑。重点关注谷雨4月19日前后节气，土气进一步加重，相关政策或市场情绪可能随之出现更明显的变化。展望下个月大约5月5日立夏开始，我们将进入新4月，代表阴金、珠宝、精细金属的天干辛金坐在代表旺火的巳火之上，形成金火交战、巳火融金的局面。辛金的锐利与巳火的炎上特性结合，预示着届时可能出现更快的节奏、更激烈的竞争或冲突，但也可能带来精细技术、金融科技、医美、珠宝设计等领域的亮眼表现或突发事件。庚辰月如同一座雨后显露的矿山，外在的喧嚣减少，内在的价值与结构正在被发掘和重塑。对于喜金土的朋友，是精雕细琢、夯实基础的好时机；对于忌金土的朋友，则需灵活变通、养精蓄锐。希望各位在这个庚辰月都能审时度势，既能把握机遇进行建设，也能在压力下保持韧性，稳健前行。接下来我们重点讲解10天干人在本月的运势表现，而我们自己的所属天干需要查询出生日期的八字，日干便是我们所属的五行，并搭配所生月份，或咨询专业人士来判断自身的喜忌旺衰。各位甲木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经历狂风暴雨的老松树，既要顶住强风站稳脚跟，又要抓住雨水滋养自己。天干乙木劫财，遇到庚金七杀，加上地支辰土偏财的影响，就像松针和冰雹一起砸下来，得学会分辨哪些机会该抓住，哪些风险要避开。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明显变化：一是职场竞争更激烈，上司安排任务增加，客户临时压价的情况变多；二是财务上容易同时出现意外收入和计划外支出，比如副业进账但垫付的报销款拖延；三是虽然灵感爆发，执行力强，但容易和团队产生摩擦，要特别注意控制情绪。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事业压力虽然大，但只要扛住压力，反而能被领导看见价值，切记别顶撞上级。其次是灰色收入机会出现时，一定要仔细核查合同条款，
特别是新日酉日前后容易踩坑。最后是平时容易失眠头痛的朋友，这个月更要注意调节作息，午间适当小憩。对于出生在农历3、6、7、8、9、12月8自身弱的朋友，这个月要格外注意。财务方面，慎防朋友借钱不还，尽量避免财务纠纷。感情上可能因工作冷落伴侣，要多包容沟通。重要工作记得留存邮件或书面记录，建议佩戴桃木饰品，办公桌放木质工艺品，每天中午喝点祛湿的红豆薏米水。而生在农历1、2、4、5、10、11月八字身强的朋友则有更多机会，可以尝试技术外包或跨境代购。农历3月出生的容易获得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适合提出创新方案，应酬时带薄荷糖能提升贵人缘。建议在家里西北角摆放浴或铜制品，多穿米白、卡其色系的衣服。给大家3个通用小贴士：久坐办公的朋友，每小时做松树摆臂式，双臂像松枝一样左右舒展。重要合同尽量安排在4月20日之后签署。遇到冲突时保持冷静理智，承担压力时学会适当示弱，反而能保全实力。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个月要学悬崖边的老松树，风越大越要深扎根，雨越急越要亮绿叶。那些被冰雹打落的枯枝本来就不属于你，而能接住的雨滴终会滋养出新的生机。各位乙木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绕在竹竿上的爬山虎，既要借着竹竿往上攀，又得提防风大伤根。天干乙木和庚金的组合，加上地支尘土的影响，会让机遇和挑战像藤蔓上的叶子一样交织，看着茂盛，却容易互相争夺养分。得学会在缠缠绕绕中找到自己的生长节奏。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明显变化：一是职场压力与机会并存，因为乙庚相合的原因，上司虽然严厉，但会给资源，同事抢功劳却可能带来新客户；二是正财收入稳定，但副业回款容易拖延，特别是4月7日前后要检查报销单据；三是感情关系复杂，旧人联系可能带来困扰，新人示好也要多留个心眼。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规则责任变重，考编、评职称、考试的朋友有晋升机会，但千万别顶撞领导；其次是主业收入虽稳，投资理财要避开新日酉日；最后是容易偏头痛的朋友，这个月更要注意午间小憩。对于生在农历3、6、7、8、9、12月8自身弱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注意，财务上慎防朋友合伙坑钱，网购注意重复扣款，感情可能被长辈催婚，或者谈彩礼容易谈崩，重要邮件务必抄送领导留底，建议带白玉平安扣，办公桌放玻璃杯养绿植，水培的铜钱草就不错。而生在农历1、2、4、5、10、11月八字身强的朋友则机会更多，可以签长期合同收房租。农历3月出生的容易拿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提创新方案，客户容易买账。和老同学聚会带个金属书签能增贵人缘。建议家里西南角摆黄水晶，多穿驼色米白色衣服。给大家3个通用小贴士：久坐族每天做藤蔓伸展操，双手向藤蔓绕到颈后交握拉伸。重要合作尽量安排在4月20日之后。遇到爱炫耀的人，笑着夸句：你眼光真好，比硬杠更省心。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个月要学墙头的爬山虎，风大时就贴着墙生长，雨急了就卷叶蓄力。记住，被风吹断的细须不必留恋，能抓紧的砖缝中会冒出新芽。各位丙火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荒野上的篝火，既要借着春风烧旺火苗，又要小心潮湿的泥土压灭火星。天干乙木正印遇到庚金偏财，加上地支尘土食神的影响，你们得学会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稳住阵脚，该添柴时别犹豫，该避雨时别硬扛。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变化：一是职场资源争夺激烈，上司爱画饼却不肯给资源，同事抢功劳还甩锅；二是正财收入稳定，但投资理财容易突然跳水，特别要注意4月7日前后防诈骗；三是脾气一点就着，和家人说话要控制语气，避免火星见到亲密关系。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偏财机会虽多，但签合同前要反复核查条款；其次是创意灵感爆发时，改过3遍的方案不如重写更高效；最后是容易口腔溃疡的朋友，这个月多吃清热食物，少熬夜。对于出生在农历3、6、7、8、9、11、12月八字身弱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留意，财务上慎防家人借钱投资，别冲动消费奢侈品；感情可能因口无遮拦伤到伴侣，翻旧账时要冷静。重要会议前记得提前调试设备，建议带条朱砂手链，办公桌放绿色水杯，下午7点到9点喝些红枣花茶。而生在农历1、2、4、5、10月八字身强的朋友机会更多，可以尝试短线套利。农历3月出生的容易拿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接手棘手项目易被领导看见，见客户时穿金色内搭能招财，建议家里东南角放黄铜摆件，
多穿卡其色、咖啡色衣服。给大家3个小建议：熬夜加班备点猴头菇饼干养胃，重大投资等4月20日之后再行动。遇到抬杠的人，管控好自己的情绪，转身专注自己的正事更划算。最后送大家一句：这个月要学荒野求生时的篝火，风大了就把火星埋在热灰里，下雨了就把木柴收到斗篷下。记住啊，被浇灭的火堆灰烬里往往藏着顽强的火种，而守住的火种迟早会等来干燥的松枝。各位丁火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风雨中的长明灯，既要借着风势让火苗更亮，又要小心湿气浸湿灯芯。天干乙木和庚金的组合，及正财克偏印，加上地支辰土伤官的影响，你们得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稳住心神，该添油时别犹豫，该避雨时别逞强。这个月会感受到3种明显变化：一是创意灵感爆发，但容易被剽窃，跨界合作机会虽多，但要留个心眼；二是正财收入稳定，但投资理财容易遇到政策变化，特别是4月7日前后要警惕合作方违约；三是容易失眠焦虑，尤其夜深人静时容易反复琢磨事情。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贵人助力可能受阻，提案容易被驳回，要多准备备选方案；其次是创意虽多，但执行困难，改过3遍的文件不如重写更高效；最后是容易口腔溃疡的朋友，这个月少吃辛辣，多吃山药、茯苓膏养脾胃。对于出生在农历3、6、7、8、9、11、12月8自身弱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注意，财务上慎防垫资项目烂尾，签协议前要反复确认条款，感情可能因计较付出失衡，翻旧账时要冷静，重要文件必须保留书面记录。建议带条朱砂手链，办公桌放绿色水杯，下午7点到9点喝些红枣花茶。而生在农历1、2、4、5、10月8自身强的朋友机会更多，可以尝试知识付费或技术外包。农历3月出生的容易拿专利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接手政府项目亦或支持，见客户穿卡其色西装能提升贵人缘，建议家里东南角摆个黄铜装饰，多穿米白、咖啡色系的衣服。给大家3个通用小贴士：熬夜的朋友备点养胃零食，每天早晨练习灯火呼吸法，吸气4秒，屏住4秒，慢呼6秒。重大投资等4月20日之后再行动。遇到杠精别较真，记住丁火不争一时之快，争持之以恒，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个月要学长明的灯芯，风急了就护住那点火星，雾浓了就相信天总会放晴。记住啊，就算灯盏被风吹灭，灰烬里也可能藏着火种，而守住的微光终会等到那个为你添油的路人。各位戊土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经历雷雨冲刷的山岳，既要借雨水滋养土壤，又要提防山体滑坡。天干乙木正官遇到庚金食神，加上地支辰土的影响，你们得在稳中求变里守住根基，该加固时别松懈，该疏通时别犹豫。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变化：一是职场压力与机会并存，上司要求严格，但会给资源支持，同事竞争激烈却带来新合作；二是正财收入稳定，但投资理财容易遇到政策调整，尤其4月7日前后要警惕风险；三是容易陷入攀比焦虑，深夜总想着别人比自己强。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创意灵感爆发，但和领导意见冲突时要准备备选方案；其次是朋友帮忙，可能夹杂利益纠纷，特别是农历3、6、9、12月出生的朋友；最后是容易脾胃不适的朋友，这个月要少吃生冷，多吃黄色食物。对于出生在农历1、2、7、8、9、11、12月8自身弱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注意，财务上慎防朋友借钱不还，申子日别冲动投资奢侈品。感情可能因工作冷落伴侣，乙日卯日翻旧账时要冷静，重要会议前提前测试设备，建议佩戴黄玉或陶瓷饰品。办公桌东南角放本红色台历。而生在农历3、4、5、6、7月8自身强的朋友机会更多，可以尝试技术专利变现。农历3月出生的易拿项目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接手政府项目亦或支持，见客户穿黑或白色西装能提升贵人缘，建议家里西北角摆个铜制文昌塔，多穿白色、金色系衣服。给大家3个通用小贴士：久坐的朋友每天练习山岳扎根式，双脚抓地，想象根系深入土壤。重要签约等到4月20日之后更稳妥。遇到竞争时心里默念山不争高自成峰，专注提升自身实力。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个月要学巍峨高山，疯狂时把碎石压成路基，宇宙时把洪水引向蓄水池。记住，那些被冲垮的土坡本就不够扎实，而能守住的根基终会等到雨后彩虹架起长桥。各位己土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春雨浸润的肥沃土地，既要吸收水分滋养作物，又要提防泥石流冲垮田埂。天干乙木七杀遇到庚金伤官，加上地支尘土的影响，你们得在稳扎稳打中寻找突破，该深耕时别偷懒，该排涝时别犹豫。
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变化：一是职场压力与贵人并存，上司虽然严厉，但会暗中支持；同事竞争反而带来新资源，自己的表达欲和技术实力也有所增长。二是正财收入稳定，但副业垫资容易拖延，特别是4月7日前后要盯紧回款。三是容易陷入攀比焦虑，深夜总想着别人比自己过得好。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创意灵感爆发，但和领导意见冲突时要准备3套方案；其次是朋友帮忙，可能夹杂利益纠纷，尤其是农历3、6、9、12月出生的朋友要留心。最后是容易消化不良的朋友，这个月要少吃油腻，多吃黄色食物养脾胃。对于出生在农历1、2、7、8、9、11、12月8自身弱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注意。财务上慎防朋友借钱不还，申酉日别冲动投资，感情可能因工作冷落伴侣。乙卯酉日发生矛盾时要冷静，重要会议前提前做好准备，建议佩戴黄玉或琥珀挂件，办公桌东南角放本红色台历。而生在农历3、4、5、6、7月8自身强的朋友机会更多，可以尝试技术专利变现。农历3月出生的易拿项目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接手政府项目亦或支持。见客户穿白色西装能提升贵人缘，建议家里西北角摆同志文昌塔，多穿白色金色衣服。给大家3个通用小贴士：久坐族每天顺时针揉腹36次，重要合同尽量拖到4月20日之后签。遇到职场竞争时，专心致志，默默努力，专注提升核心竞争力。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个月要学春耕的好把式，雨急了就开沟排水，疯狂了就压实秸秆。记住，那些被冲垮的田埂本来根基就不牢，而能守住的沃土，秋收时定会堆满粮仓。各位庚金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被雷雨反复锤炼的古剑，既要借着天火淬炼锋芒，又要小心锈迹腐蚀刃口。天干乙木正财遇到庚金比肩，加上地支尘土的影响，得学会在刚柔之间把握分寸，该出鞘时别犹豫，该收锋时别逞强。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变化：一是正财收入稳定，但容易被分摊，副业投资要特别警惕资金暴雷；二是职场竞争白热化，同事抢功劳，客户压价，但暗中可能有贵人资源；三是容易失眠多梦，尤其总在深夜反复琢磨得失。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团队合作虽有利，但利益分配容易和朋友翻脸，谈钱前先明算账；其次是灵感爆发时别急着行动，改过3遍的方案不如重写；最后是容易咳嗽的朋友，这个月要少吃辛辣，多喝梨汤润肺。对于出生在农历3、7、8、9、12月8字身强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留意，财务上慎防朋友借钱不还，别刷爆信用卡；感情可能因工作冷落伴侣，翻旧账时要冷静；跨部门协作要反复确认数据，建议带条朱砂手链，办公桌放盆绿萝净化气场。而生在农历1、2、4、5、6月8字身弱的朋友机会更多，可以尝试房产租赁或专利授权。农历3月出生的亦或分红。4月20日谷雨前后接手跨国项目，亦被高层认可，和老同事聚会穿白色西装更招贵人。建议家里西南角摆黄铜装饰，多穿白色银色衣服。给大家3个通用小贴士：早晨练练剑道巴士活动筋骨，想象自己挥剑斩断烦恼。重要合同尽量拖到4月20日之后签。遇到挑衅时默念宝剑不斩无名草，专注打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送大家一句：这个月要学淬火后的宝剑，雷暴天就借着闪电打磨寒光，大雨天用锈迹掩盖锋芒。记住啊，被雨水泡软的剑鞘该换就换，而守住的锋利刃口终会等到一击封喉的时机。各位新金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遗落在碎石中的珠宝，就算埋没在尘土中，也不要忘记绽放自己的光芒。天干乙木偏财遇到庚金劫财，加上地支尘土的影响，你们得在刚柔之间找平衡，该出头时别退缩，该隐忍时别硬扛。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变化：一是财务波动明显，副业收入增加，但容易被分摊，特别是4月7日前后要盯紧垫资回款；二是职场竞争激烈，同事抢功劳，客户压价，但暗中可能有贵人相助；三是容易皮肤过敏或失眠，尤其深夜总在反复琢磨事情。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团队合作虽有利，但投资容易被截胡，朋友借钱要立自举；其次是考试考证有机会，但思维容易卡壳，重要提案备3套方案；最后是平时皮肤敏感的朋友，这个月要少吃海鲜，多补水。对于出生在农历3、7、8、9、12月8自身强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留意，财务上慎防合伙投资暴雷，签协议前要反复确认条款；感情可能因工作冷落伴侣，如果发生争吵，尽量要保持冷静，避免互相翻旧账。重要文件必须准备3种备选方案，建议带条黑曜石手链，办公桌放白陶瓷杯养绿植，也可以养水族箱。而生在农历1、2、4、5、
6月八字身弱的朋友机会更多，可以尝试跨境贸易。农历3月出生的易拿项目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接手政府项目亦或支持，见客户穿卡其色西装能提升贵人缘，建议家里西南角摆黄铜貔貅，多穿白色米色衣服。给大家3个通用小贴士：每天早晨练习478呼吸法，用4秒吸气，闭气7秒，然后8秒呼出。想象自己是山中的泉眼，呼气时排出内心压力。冲大投资等4月20日之后再行动。遇到职场竞争时，心里默念真金不怕火炼，专注提升专业度。最后送大家一句：这个月要学千锤百炼的真金，火旺时就融去浮华显纯度，土重时就沉心蓄力等机会。记住啊，被融化的杂质本就不属于你，而守住的纯度终会等来识货的匠人捧为至宝。各位壬水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春雷激荡的江河，既要借雨水涨满河道，又要提防洪水冲垮堤坝。天干乙木伤官遇到庚金偏印，加上地支尘土的影响，你们得在奔勇与节制间找平衡，该顺势时别退缩，该蓄力时别冒进。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变化：一是创意爆发，但容易遭质疑，提案得反复修改打磨；二是偏财机会暗藏风险，投资理财波动大，尤其4月7日前后要盯紧垫资回款；三是出差、换岗、搬家频繁，得随时应对突发状况。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贵人暗中助力，但和领导沟通时要学会委婉表达；其次是职场竞争激烈，重要文件必须保留邮件或书面证据；最后是容易呼吸道敏感的朋友，这个月要少去花粉多的地方。对于出生在农历7、8、10、11、12月8自身强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注意财务上慎防朋友推荐高风险理财。4月12日签协议前要反复核查，因为消印透干的原因，需要小心这个月因为忧郁、多思多虑影响已婚者的感情。而在重要会议前要认真检查文件，建议带朱砂或檀木手链。办公桌西北角可以养殖水、陪同浅草或绿萝等盆栽。而生在农历1、2、4、5、6月八字身弱的朋友机会更多，可以尝试跨境贸易或专利变现。农历3月出生的易拿项目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提改革方案亦或认可，见客户穿深蓝色西装能提升贵人缘，建议家里西北角摆黑曜石或白水晶，多穿白色、黑色、藏青色衣服。给大家3个通用小贴士：久坐族每天练习江河呼吸法，吸气4秒想象水流奔腾，呼气6秒排出压力。重要合同尽量拖到4月20日之后签。遇到挑战时心里默念江河不争先，争滔滔不绝，专注拓宽自己的发展空间。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个月要学奔涌的大江，雷暴时就借势重开礁石，堤坝高了就蓄力等待汛期。记住啊，那些被礁石划破的支流本就不该留恋，而守住的主河道终会迎来百川汇海的壮阔景象。各位癸水朋友，这个月你们就像春雷搅动的深潭，既要借雨水充盈水源，又要提防泥沙搅浑清流。天干乙木食神遇到庚金正印，加上地支尘土的影响，你们得在动静之间把握分寸，该行动时别犹豫，该沉淀时别急躁。这个月整体会感受到3种变化：一是创意灵感容易被规则限制，提案需要反复打磨，但关键时刻可能有贵人暗中相助；二是正财收入稳定，但4月7日前后要警惕垫资项目回款拖延，团队合作时容易因分钱闹矛盾；三是脾胃容易失调，还会因为焦虑引发偏头痛或失眠。重点提醒3个关键点：首先是考证评职称的好时机，但和领导沟通别太固执，多准备几套方案；其次是职场竞争激烈，重要文件必须白纸黑字留证据，尤其是农秋冬季出生的朋友要防同事甩锅。最后是眼睛容易干涩的朋友，这个月少刷手机，多闭目养神。对于出生在农历7、8、10、11、12月8自身强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注意，财务上慎防未升职自掏腰包。本月在涉及到签分红协议的事项前要三思，感情可能因过度付出而内心情绪失衡，长期稳定的情感需要双方共同的奉献来维护。建议带朱砂或檀木手链，办公桌西北角可以养殖水，陪同浅草或绿萝等盆栽。而生在农历1、2、4、5、6月八字身弱的朋友机会更多，可以收房租或做专利变现。农历3月出生的易拿奖金。4月20日谷雨前后接手政府项目亦或支持，见客户穿白色、蓝黑色风衣能提升贵人缘，建议家里西北角摆水景装置或白水晶，多穿白色、黑色、藏青色衣服。给大家3个生活小贴士：每天早晨顺时针揉肚子36圈，少吃生冷食物，重要合同等4月20日之后再签，之前仔细核对税务条款。直面挑战时，心念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个月要学山间的深潭，雷响时就借势当去浮萍，雨停了就静待水清月明。记住，那些被搅浑的泥沙本就不属于你，而守住的澄澈水面终会倒映出满天星河。
庚辰月的运势就像春雨后的泥田，湿漉漉的泥土裹着去年的稻茬，一脚踩下去会陷到脚裸。可是农民知道，这正是播种最好的时机。那些淤塞你的、粘住你的泥泞里，藏着秋天金灿灿的因果。若你正在被规则绊住手脚，那请你记住，水库蓄水是为了浇灌，不是为了困住鱼虾；淤泥养根是为了抽穗，不是为了掩盖住生机。当水库开闸，混着稻香的春泥会顺流而下，而把昨天的阻碍冲成千里的沃野。而待到夏天的新4月艳阳高照时，你就会明白，庚辰月的潮湿与泥泞不过是大地在酝酿一场酣畅的丰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你的转发留言，我们下个视频见。